前面一小段的视频都是以腾龙的17到 70mm f2.8 VC 镜头及富士的 XT4 所拍摄。今天所呈现的视频包括现在这室内的场景，都是用这个组合来拍摄。最主要是要测试这支腾龙的新镜头在富士 XT4 上的表现，尤其是它的自动对焦。当然也会让大家看一些照片，也会聊到底这支腾龙的17到 70mm f2.8 VC 值不值得买。假如你用的是富士其他 APS-C 相机的型号，虽然我的测试是它被 XT4， 我相信这支镜头的表现用在其他富士的相机效果应该都会是一样的。之前我已经有测试过索尼 E 卡口的版本，现在腾龙推出了富士 X 卡口的版本，很多测试的结果是与之前的结果没有很大的差别。如果有兴趣，你们也可以去看看我之前的评测视频，那时候是使用索尼 A6400 那台相机来做测试。基本上富士 X 卡口的版本与索尼那支是一样的镜头，只是富士的版本就比索尼那支要重多5克，大约是530克左右。镜头的长度、宽度，甚至它的粒径也是使用 67mm。 最近对焦的表现也都一样，在 17mm 的焦段最近对焦为 19cm， 然后在 70mm 的焦段就是 39cm。17到 70mm 的焦段换算为全画幅就等于 25.5 到 105mm 的焦段。其实富士本身也有类似这个焦段的镜头，就是那支16到 80mm， 不过它的最大光圈也只有 f4， 而这支腾龙的17到 70mm 就占了优势，最大光圈为 f2.8， 恒定 f2.8 从17到 70mm。 富士也有一支恒定 f2.8 的变焦镜头，不过它的最远的焦段也只有 55mm， 然后价格也要比腾龙这支镜头高。我相信这就是为何富士的用户都对这支腾龙的镜头感兴趣。索尼 E 卡口的版本在 A6400 自动对焦的表现都很出色，而这支富士 X 卡口的版本可以说也很出色。配合腾龙的静音对焦马达，在富士 XT4 的对焦都算很快，准确度也很高。在拍摄视频，我是使用多区域的对焦点，加上脸部及眼睛对焦。镜头的对焦能够锁住主体的脸部或者眼睛的几率都很高。当主体一转身，自动对焦失去脸部或眼睛的对焦点， XT4 也不会乱寻找对焦点。这支17到 70mm 的自动对焦看起来是相当的稳定。之前有测试过其他副厂的镜头，尤其是失去脸部及眼睛对焦的时候，富士的自动对焦都会很不稳定，都一直在主体前后寻找对焦点。我觉得腾龙这支17到 70mm 与富士的自动对焦系统配合度是相当的满意。镜头锐度的表现，拍出来的照片锐度都可以接受。在 f2.8 中央的部分锐度表现都不错，边角的锐度其实也都不错。当然收缩光圈到 f5.6 到 f8， 整体都可以达到相当满意的锐度。然后指边的问题也不大，依靠软体都可以去修正。即便这方面不管是拍摄 RAW 或者 JPEG， 机身都自动修正畸变的问题，所以照片都不需要做什么修正。
不过有一点很奇怪的发现，当我从观景器或者背面的屏幕构图的时候，是看得出这镜头的畸变是相当的明显，但是在照片上是没有畸变的现象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如果你们知道它的原因，希望可以在下面留言分享。边缘视光在 RAW file 就很明显看得出 ，JPEG 就看不出明显的边缘视光。应该富士机身是自动去修正这问题，呼吸效应也不明显，不管是在 17mm 或者 70mm 的焦段，呼吸效应都控制得很好。他不认得你啊？去年就不认得了。哦，你从去年就离家出走到今天。所以你不带他回去？哎呀，他那不熟了。不熟啊？你带他回去，你养多一下他就熟了咯。不熟了哦。这样他每天吃什么？这样子？猫粮啊。猫粮啊？谁给他吃？我给他，还有时候还会煮些鱼哦。这样你几岁？哦，你还给他猫粮？你的主人的弟弟在这儿，他讲你离家出走1年了，是时候。没有这样子，没有这样子，大概半年。久哦，没有半年了。可能他今晚会回家。不太可能了啦。然后这间是你学校啊？啊，我学校是就这间。读几年级5啊。5年级啊？OK， 这样小就骑摩托啊？哎呀，我都算大了哦。你几岁开始骑摩托？5岁。就今年咯。哦 ，OK。不用考来生啊？不用考的啦，考驾照咩？不用考的，我们这里不用考了，只要会就可以骑。OK， 好，谢谢你。目前看起来17到70mm VC 的表现是相当的不错，在拍摄照片或者视频都很好用，一支镜头就包含等效 25mm 到 105mm 的焦段，是相当的方便。在测试索尼版本的时候，我就做了这样的评语：17到70mm f2.8 VC 的镜头是一支镜头就可以走天下。看起来在富士的系统也是可以这样来形容这支镜头。腾龙推出这样的焦段，又把 f2.8 光圈放在镜头上，简直是想把富士憋死。不过想起来，富士也不必担心这一点，多一些镜头的选择，富士的相机就可以卖多一些。良性的竞争其实对于富士用户有好处。所以腾龙要继续推出更多富士 X 卡口的好镜头。17到70mm 以前画幅的28到75mm对比，两支镜头的大小差异不大。17到70mm 只是比较短一点，宽度及重量也都差不多一样，粒径也是67mm。我本身是比较喜欢使用定焦镜头，虽然说变焦镜头是很方便，但是我使用定焦镜头在拍摄的时候会比较有灵感，不知道是为什么，或许是我不需要一直去想这个场景必须用哪一个焦段，然后我拍摄的主体也都是在我身边近距离的范围。这个视频推出的时候，在马来西亚已经可以买到这支腾龙的镜头，大约是要卖美金900。假如你是喜欢使用变焦镜头的，又需要 f2.8 恒定光圈，又是富士的用户，那么这支镜头应该是目前富士 X 卡口性价比超高的一支变焦镜头。好了，今天这个视频就先到此为止。你已经中毒，让我帮你解解毒。我们下次再见。